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将于11月2日到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中方在党的20大后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10月30号起就将访华4天。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确定11月1日起访华。20大闭幕后，外国领导人的访华安排几乎是无缝衔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萨米亚·苏卢胡哈桑将于11月2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国和坦桑尼亚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良好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7日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哈桑总统将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哈桑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我们相信哈桑总统此访将为中坦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0月25日就对外发布消息称，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20年至今，习近平与阮富仲曾4次通话，中越高层一直以通话、视频会谈、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接触。在越共13大召开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双方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互致祝贺。经贸上，中国连续18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自2016年一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而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越南两廊一圈战略握手，为越南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舆论认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推动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将是阮富仲此访2大重点议题。10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11月1日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汪文斌介绍，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此访是夏巴兹总理就任后首次访华，延续了中巴两国高层密切交往的积极势头。中方期待同巴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全天候和高水平战略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更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0月25日，也是由中国企业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拉合尔城线地铁迎来开通运营2周年的日子。城线地铁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实施的首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也是中国首次实现从设计、制造、建设再到运营维护等环节的城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完整输出。This project created livelihood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of Pakistan. This project is a gift for people of Pakistan from our neighbor China. I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project. Thank you China for this project. Long live Pak-China friendship.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部长伊克巴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还特别提到，夏巴兹总理曾经是旁遮普邦省首席部长，也是旁遮普邦省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坚定支持者和实施者之一。巴基斯坦和中国对于全球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期待夏巴兹总理访华能够将中巴经济走廊合作推向新高度。在党的20大新闻中心的第4场记者招待会上，作为20大代表的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马朝旭在介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关情况时就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朝旭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将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今天，外交部宣布，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下周将访华，他将成为20大后访华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北京正迎来20大后的一个外交高潮，这意味着什么呢？哈桑将会成为20大之后首位访华的非洲元首，但是呢，他不是首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严格说起来，这个第一属于这个周日正式展开访华行程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说北京迎来外交高潮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德国总理朔尔茨上周五已经确认将会在下月初访华，而巴基斯坦总理的访华安排也已经宣布。那么这些个领导人来自亚欧非3大洲。79岁的阮富仲访华行程是由中联部和越共相关部门共同发布的，这是党纪外交的最高形式。而中共、越共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中共率领全国人民开启新时代新征程之际，越共当然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与中共就中国式现代化、就两党两国合作进行深入的交流沟通。总书记在第20届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会上就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20大精神作出重要部署。他也特别要求加强对外宣介工作，要引导国际社会全面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现在看来，北京近期迎来大国大党外交的高潮，正是国际社会这种全面了解、探访热情的最直观的一种投射。很显然，很多国家、很多政党的领导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和中国顶层设计者进行深入交流、面对面的沟通。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做实干家，又要做宣传家。相信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外交高访活动中，中国最高领导人将会身体力行，做出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家示范。好的，也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再次连线您，谢谢。10月27号，在党的20大胜利闭幕后，首次举行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党的20大报告提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丰富拓展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时代内涵，鲜明标定了未来5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此外，谭克飞还就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军事交流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党的20大报告在论及涉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这向国际社会再伸底线，向世界严正表明，台湾问题自始至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其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中国必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但美国会参议院正在讨论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可能包括参院外委会9月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部分内容。对此，谭克飞表示，美方近期不断炮制损害中国主权的涉台政策法案，变本加厉搞以台制华，特别是有的条款意在强化美台军事联系，支持所谓台湾自我防卫。这些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的严肃政治承诺。一个深知分裂之家不可持久，曾动用武力手段维护统一的国家，在涉及他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却一再背信弃义、肆意妄为，这是典型的双标。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谭克飞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力量，任何阻挠中国完全统一的图谋必遭失败。中国外交部曾严正警告，
表示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作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事实上，美国近期从未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拱火。据台媒报道，美可能于年底前宣布多项对台军售项目。对此，谭克飞表示，美方一再违背不支持台独的政治承诺，屡屡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发出驻台以武拒统的错误信号。当年美方在公报中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明确承诺不寻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至问题最终解决，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但事实上，美方一再背弃所作承诺，特别是近年来，美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不断策动对台军售，给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制造障碍。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岛内台独势力嚣张。台防务部门近日将提出2023年度预算案报告，大幅提升防务预算。谭克飞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一直企图通过编造所谓捍卫民主自由、应对大陆威胁等虚假叙事，愚弄岛内民众，误导国际视听，进而谋取政治私利。他们向来在以台湾同胞安危为赌注时最慷慨，本质上就是为了以武谋独，分裂国家。这种背离历史大势、背弃民族大义的图谋和行径不会得逞，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此外，针对美国白宫日前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对美构成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的有关表述，谭克飞表示，美方这一报告充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刻意渲染中国挑战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以意识形态划线，恶意制造阵营对抗，质疑中国正常军力发展，这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背道而驰。反观美方这一报告，仍在按照制造敌人、拉帮结派、扩充军力的套路，在军事上推行一体化威慑，加速3位一体核力量建设，为谋求和巩固霸权强权制造借口，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这才是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重大威胁和严峻挑战。日前，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正在努力重开美中军事沟通渠道。对此，谭克飞回应称，中方注意到美方有关表态，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愿与美开展两军之间的沟通，但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针对美方前期恶意挑衅行径，我们采取坚决手段予以反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凡事皆有因果，当前两军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如果有意加强中美军事沟通，就应言行一致，展现诚意，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重大关切，消除影响两军关系的消极因素。此前，由于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包含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3项涉及军事层面的措施。中方中断与美军的交流之后，美方多次就中方拒绝与美沟通进行炒作，试图混淆视听，推脱责任。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耀。管先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在台湾问题上说3道4，无端指责中方拒绝接受台海现状。今天，国防部发言人多次就涉台议题严正表态，敦促美方停止玩火。您对此如何看？昨天，国台办举行20大落幕之后的首场记者会，发言人马晓光的一句坚定表态刷屏了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未来何去何从，只在民进党当局
一念之间。那么，针对美方与岛内一些个政客近来齐吹台海战争号，马晓光他也做出了辨析，揭批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搞所谓以台制华的险恶用心，呼吁台湾同胞对此要高度警惕。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力亲为，既做实干家，又做宣传家，要带头宣讲20大精神。那么，在国台办之后，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也在接力的宣讲。他今天回应的一个重点，正是20大报告有关台湾问题的全面部署与战略推进。那么，谭克飞就坚定重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解放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力量，任何阻挠中国完全统一的图谋必遭失败。布林肯昨天接受彭博社采访，他拿所谓台海现状说事儿。那么，如果他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难道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的挑战，不正是佩洛西老太之流、域外势力强行登台带来的冲击的结果吗？不正是蔡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结出的一个最大恶果吗？所以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就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那么这一番坚定的表述，在人民大会堂内赢得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现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内容呢，已经写进中共党章，并且在通过当天就已经全面执行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党的行动纲领，也是党心民心的再度强化。那么这才是台海当前的最大的一个现状。我之前在评论中也曾强调指出，现在确实是所谓以台制华的外部干涉势力与极少数以洋谋独的台独分裂分子，他们最感到绝望、最挫败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们运作施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布林肯一周来频频就涉台问题喊话，上周一在斯坦福大学，他就声称说中方将会加速统一进程。昨天他又拿台海现状来说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焦虑感。那么布林肯们必须要正视的是，为外部干预创造可能与空隙的不同现状，不可能无限延续。对此，全体9600多万中共党员不答应，全体14亿中国人也不会答应。走通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全面实现中国梦，祖国完全统一是要件。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时隔6年多，美国在本周与新加坡在华盛顿召开战略伙伴对话，讨论多项双边与区域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双方会后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海议题。为何涉台话题成为美新两国关切点？两国表态存在哪些差异？来看看报道。此次战略对话由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新加坡外交常务次长蔡爱博共同主持。双方于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涉及诸多区域议题，包括台海局势。针对台海局势，美方首先强调，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重申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并表达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新加坡方面声明则表示，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及繁荣至关重要，美中应维持开放沟通管道，以降低误解及误判的风险。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这是自2012年召开美新战略伙伴对话以来，双方会后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海议题。今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率团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当时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仅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争端，未提及台湾或台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声明中涉台部分双方分开表述，存在明显温差。美方的表述呢，实际上是他一贯的这种错误的立场，然后违背一个中国的这种原则，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然后损害这个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新加坡方面的立场呢，则显得这个比较对这个台海局势这种紧张的这种局势，保持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这么一种态度。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官员近期又开始集中炒作涉台议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又炒作所谓武统议题。这是近期美国最高外交官再次炒作台湾议题。他在1周前曾表示，中国大陆已决定加快统一台湾的进程，时间线可能比预想的快很多。因此，外界认为此次在与新加坡会谈时强行将台海议题纳入联合声明，很可能是美方在故意带节奏。其实美方最近不光是布林肯，其他的一些美方高官也有类似这样的表态。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言语去渲染这种台海的紧张局势。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他说给美国国内听，就是满足国内的所谓的一些挺台派的一些态度和看法。第二呢，也是说给盟友听的。然后最后呢，可能也是说给中国听的。其实他的这些表态呢，从他的意思上呢，就是想让中国去，或者说让世界吧，去误判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然后把责任呢都推卸给中国。其实这个用心呢是相当险恶的。实际上，新加坡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一直相对清醒，并一定程度上在中美之间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今年9月，新加坡外长维文在美国亚洲学会演讲时明确发出告诫：从一个冷静的第三国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中缺乏战略互信。他在演讲中特别就台海问题提点美国。I think the ultimate focal point for this is the Taiwan Straits, which is the reddest of red lines.强调这种深红线，其实也表明新加坡对于这种台海问题的处理认知还是比较慎重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过去曾经对于这种两岸关系也是有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的。包括之前的这个王谷会谈，包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和当时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会谈也是在新加坡举行，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也能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维文将自己形容为去中国的常客，在过去1年里曾4次访华。在中国之行中，他观察到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定自信，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也越来越有力。维文指出，中美之间持续缺乏战略互信，可能会引发事态螺旋升级。We can only hope that cool heads and good sense will prevail, and they will avoid.The possibility of mishaps, miscalculations, accidents, or worse, getting into an escalatory spiral.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新加坡是亚洲最强烈呼吁美中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国家之一。本月1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警告称，中美间脱钩问题令人担忧，此举可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这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后果，可能削弱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和互信，最终或导致世界不稳定。这不是李显龙第一次作此呼吁。早前访美时，李显龙出席了《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他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对华关系，要朝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5月，他在参加美国商会举办的全球经济复苏论坛时，再次呼吁美国接受中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此前在出席美国智库机构讨论时也强调，美国尝试围堵中国，将中国排除出国际体系外，只会让中国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最终吃亏和受伤的还是美国自己。In our view, a more stable and a less tense and a constructive configuration is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S to have overlapping circles of friends. So I want to emphasize this metaphor. Overlapping circles of friends rather than a hard line.Or a new wall. 实际上，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也一直保持着高频率优良互动。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中国将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内外政策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全球复苏提供可持续动力，以负责任态度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中国将继续视周边外交为对外关系首要，把东盟放在优先位置，愿同东盟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共同迈向现代化。今年东盟国家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3场重要多边会议，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中方愿同东盟共同努力，为地区和全球治理做出亚洲贡献，彰显亚洲力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美国与新加坡在第5届美新战略伙伴对话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纳入台海问题，您如何看？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他说，美国跟中国博弈的手段，就是要通过加强与盟国的伙伴关系，来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具体到台湾问题，就是要在印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针对台海的小圈子。根据这个战略设计，拜登政府在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英国乃至北约拖入到台海局势的浑水之中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把近在咫尺的东盟10国也给拖进来。而在东盟10国当中，美国首先要拉拢的对象就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在东盟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就是美国要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新联合声明的根本原因。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大家千万不要被美国给忽悠了，以为只要这份美新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湾问题，就意味着新加坡也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一样开始介入台海局势了，尤其是屁股坐到美国那边去了。事实上，虽然美新号称发表的是共同声明，但在台湾问题上，美新完全是在各说各话。声明中明确指明，美方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新加坡根本不接美方的话，新加坡所重申的是，中美要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也就是说，新加坡方面没有提到台海2个字儿。很显然，充分意识到了台海局势复杂性与敏感性的新加坡，为了避免得罪中国大陆，小心翼翼地在台湾问题上跟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美新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很多西方舆论都说，这意味着新加坡也开始介入到台海局势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仍然在企图以打擦边球与浑水摸鱼的方式，把新加坡给绑架进来，要让外界误以为新加坡已经介入台海局势了，甚至是误以为在台湾问题上，新加坡已经选边站队，站到美国一边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北京当局已经认定台海局势的现状不可被接受，因此中国大陆已决定加快统一台湾的进程，时间线可能比预想的快很多。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确实，这几天来，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一众高官不断地在对外放话称，北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会改变台海局势现状，而且时间比预想的要快很多。这个说法跟美国高官此前做出的中国大陆在未来5到10年内都不会去主动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他们的条件尚不具备这样一种判断，显然是有了明显的不同。然而，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一众官员并没有对外说明他们的判断发生改变的原因究竟是基于情报与资讯得出来的，还是基于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假如讲不出背后的原因，那就是纯粹在贩卖焦虑感与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了。而且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一众高官发出的这些言论，的确是在期盼两岸和平的人民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焦虑感，非常不利于两岸的人心稳定，甚至是会导致两岸发生误判，导致台湾方面毫无节制的扩军备战，这是非常不利于未来两岸的和平统一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中国大陆高度关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只是布林肯昨天的表态，实际上在中共20大前，美国国务院新发言人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都在强调所谓的2个不改变，也就是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一中政策，不会支持台独，同时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改变台海局势现状，尤其是不能使用武力改变台海局势现状。我认为很显然，这意味着美国正在一厢情愿地
想跟中国大陆做战略上的交换，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阻止未来台海局势的突变。我之所以说美方是在一厢情愿，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在20大报告中明确表了态，不仅要反对台独，而且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甚至是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放在了反台独前面。而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显然都是属于外部势力干涉的范畴，很难得到中国大陆的认可。好的，也谢谢刘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10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把2年内未返台的台胞户籍迁出，在事关台胞权益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必将遭到民意的惩罚。距离岛内基层选举还有1个月时间，民进党当局为了骗选票，无所不用其极，包括阻挡小三通的重启。有岛内名嘴就表示，民进党当局借着卡小三通，拉高台商返台投票的门槛，根本是不支持我就让你难投票，实在可恶。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不顾疫情实际情况和台胞的呼吁，把2年内未返台的台胞户籍迁出，损害了台胞年底参加台湾地区9合1选举投票权在内的权益。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此举是为了选举利益，搞政治操弄。当地时间10月26号，俄罗斯举行代号“雷霆2022”的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这是今年俄罗斯举行的第2次核力量演习。俄媒称，俄战略核力量演习是向北约发出明确信号，我们的核力量处于战备状态。而这场演习正值俄乌围绕谁会使用脏弹的争执不断升级之际，外界关注俄乌冲突会否继续升级。来看看报道。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挥下，俄军方于26日当天举行了战略威慑力量训练。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完成了战略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所有导弹命中目标，训练任务顺利完成。当天下午，俄罗斯塔斯社接连发布俄军陆海空机3位一体核力量参加演习的视频。据介绍，俄军在训练中发射了亚尔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蓝天潜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图95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发射了巡航导弹。以上武器均可携带核弹头。全新一代亚尔斯洲际核导弹采用最新的星弹复合制导系统以及格洛纳斯卫星制导系统，这使得其命中精度达到200米，同时行程不再受到人为干扰。此前，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中导条约。面对美国在加快核威慑上咄咄逼人的行为，俄罗斯强硬反击。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便是当时反制的王牌之一。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也是俄军今年以来第2次举行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上一次是在2月19日，演习期间，俄军方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其目的是检验军事指挥机构、作战发射单元、舰艇和战略导弹载具成员执行指定任务的准备情况，以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武器的可靠性。俄罗斯真理报称，俄定期举行3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演习，是为了保持战略核力量的高水平战备状态，并演练不同部队之间的协作。俄罗斯 Avia 新闻网评论说，虽然俄方提前向西方国家通报了此次演习，但仍让北约感到担忧，因为俄罗斯的图160和图95战略轰炸机以及携带核武器的潜艇都位于北约国家的边境附近。据俄国国防部官方电视频道兹维兹达公布的画面，俄国防长绍伊古告诉普京，演习的目的是练习由战略进攻部队实施大规模核打击，以应对敌人的核打击。事实上，北约坚定正午核威慑演习也正在进行中。本月17日，由北约14个成员国参与，代号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演习正式开始，演习将于30日结束。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虽然声称此次演习是年度例行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仍被外界认为是北约针对俄罗斯进行的。俄媒普遍认为，俄军这场演习是对北约演习的回应。俄共青团真理报就称，俄战略核力量演习是向北约发出明确信号，我们的核力量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打击俄罗斯的敌人。
目前来看，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核威慑。那俄罗斯也一直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作为与美西方进行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0月26日表示，美方未看到俄罗斯拟使用脏弹的证据。We haven't seen any indications that the Russian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dirty bomb, or quite frankly, the use of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美国曾放出话来，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将承担相应严重的后果。那就意味着脏弹是在俄乌局势当中国际社会所排斥的。那除了脏弹以外，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更加指向的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核威慑问题。围绕脏弹的疑云并未消散，但有舆论意识到，借此契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接触似乎多了起来。英国卫报报道称，俄罗斯的指控促成了其与西方的罕见交流。10月23日，俄美防长的通话是双方3天内的第2次通话。10月24日，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通了电话，这是双方自5月以来的首次接触。10月25日，美方又公开表示，俄方已通知其将举行年度核力量演习。美方甚至表示，在有关俄核行动疑云的背景之下，俄方此举降低了误判的风险。在美国国内，围绕俄乌冲突的看法也逐渐分裂。30名民主党自由派议员24日联名致信拜登，敦促拜登政府直接与俄罗斯谈判，为俄乌冲突找出解决办法，重新思考乌克兰战略。不过，仅1天之后，这些议员就撤回这封联名信，原因是该信件引发诸多民主党成员强烈反弹。事实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也一早对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支持持质疑态度。随着舆论的走向，乌方开始担忧自己能否收到武器援助。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向媒体表示了担忧，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将削弱对乌克兰援助。虽然说在美国目前中期选举上出现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但不意味着美国或者说拜登政府对于乌克兰局势上会做出较大的改变。过去10年，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20大报告就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全面部署，凸显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而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频频传来好消息，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将于12月交付东航。据东方航空公司发布的消息，10月24日上午，中国东航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养民表示，首架 C919飞机将于今年12月交付东航，这也是国产大飞机的商业化首个交付。业内人士预计 ，C919已进入商业运营的倒计时，我们距离坐上国产大飞机也指日可待。作为 C919的首家客户，2021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与中国商飞正式签署了 C919大型客机购机合同，首批引进5架，东航也成为全球首家运营 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根据东航的初步安排，该5架飞机引进后，将以上海为主要基地，加密上海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成都、厦门、武汉、青岛等航线。它标志着中国在大飞机的研发生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已经挤进了世界大飞机一流水平的行列，打破欧美大飞机对整个市场的这种垄断，为今后中国自己的需求掌握在自己手里提供了一定的基础。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07年立项，2017年首飞。首飞成功之后 ，C919先后投入6架试飞机和2架地面试验机，在5年时间里完成了729个科目的试飞，成功完成试飞取证任务。
今年9月 ，C919 在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一流大型客机能力，是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接下来，距离 C919 正式投入运营，还需取得生产许可证及单机适航证。完成后，国产大飞机将获得商业运营的资格。中国商飞公司此前介绍 ，C919 这样的单通道载体机在我国民航机队的占比约为80%，是民航市场的主力机型。C919 飞机飞行平稳安静，舱内宽敞明亮，座椅为3+3布局，座级158到168座，航程4075到5555公里，与目前国际航空市场上最为常见的空客320、波音737机型为同级别。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报道称 ，C919 大型客机取得型号合格证，标志着中国企业向打破波音和空客的2强垄断地位迈出了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 C919 的批量生产，应该说 C919 在世界大飞机市场所占的份额会逐渐的提升。如果逐渐提升以后，那么现在我们从2的格局向3的格局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趋势。党的18大以来，科技创新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创新驱动这个崭新的词汇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提到大飞机制造，就必须提到 C919 大型客机。C919 大型客机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非常关心国产大飞机事业的发展。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间，专程来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视察。他进入航电实验室和综合试验大厅，查看飞机航电系统，观看总装制造车间实时视频图像和多款飞机模型，同研发中心的科技人员亲切交流，登上 C919 大型客机铁鸟综合试验台，了解飞机多系统验证能力，还登上 C919 大型客机展示样机，了解机舱布局。习近平当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取得重大成果，也写入了20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密切关注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前进方向。据报道，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将迎来历史高光时刻。10月25日，梦天实验舱与长征5号 B 遥4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并与在轨运行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组合体交会对接后，中国空间站将建成，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步走发展战略的最后一步。